各位听课，夜里好呀！我是卡皮三，一个爱在月光下说书的老灵魂。今天不讲江湖侠客，不讲深山奇兽，只说一件藏在你书桌角落，不起眼却温暖了无数夜晚的小东西——台灯。你们一定都有过这样的时光吧？放学后、加班后，推开房门，指尖一按，那盏小小的台灯就亮了起来。暖黄的光像一团柔软的云，把纷扰的世界隔在窗外，只留一方小小的安宁给你。而我曾经在一间老书店的阁楼上认识了一盏有故事的台灯，听他讲了一整夜的心事。今天就把这些故事慢慢说给你听。那是一个深秋的夜晚，风刮着梧桐叶在窗外打旋。我躲进巷口那家奇妙屋躲雨。老板是个鬓角染了白霜的老先生，正坐在柜台后擦着一本牛皮封面的旧书。书屋里挤满了书，空气里飘着纸张和木头的香气，只有角落一盏台灯亮着。灯罩是磨得发亮的铜色，灯泡是圆圆的磨砂玻璃，光线温温的，像老爷爷的手掌抚摸着周围的书籍。老先生，您这台灯看着有些年头了。我忍不住搭话。老先生抬头，眼角的皱纹像书页上的折痕，笑着点头。是啊，这盏灯跟了我快40年了。从年轻开店到现在，他陪着我，送走了多少夜读的客人，连我自己都记不清了。我凑过去，指尖轻轻碰了碰台灯的金属底座，凉凉的，却有一种温润的质感。就在这时，奇迹发生了，灯光忽然闪了闪，不是昏暗的闪动，而是像有人在灯泡里轻轻眨了眨眼。随后，一道细细的光线从灯罩边缘飘了出来，凝成了一个小小的半透明的影子，模样像一团揉碎的云，却有着清晰的轮廓。哎呀，这是……我惊讶地睁大了眼睛。那个光影晃了晃，发出细细的像风吹过窗纱的声音，却清晰地传进了我的耳朵。卡皮桑，好久没人听我说话了。老先生摆摆手，笑着说：“这盏灯成精了。从我年轻时装上第一个灯泡开始，它就有了灵气。只是他胆子小，只愿意跟懂他的人说话。”就这样，我坐在那盏台灯旁，听他讲起了自己的故事。他说啊，他的第一任主人是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，那是30多年前的事儿了。小女孩的家在老巷的尽头，父母都是摆摊的小贩，每天忙到深夜才回家。小女孩的房间很小，书桌挤在窗边，白天靠阳光，晚上就靠这盏台灯。那时候的台灯还是全新的，铜色的灯罩亮闪闪的，灯泡发出的光洁白又明亮。小女孩每天放学回家，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台灯，写作业、画画，写给父母的小卡片。我记得她的铅笔头总是磨得尖尖的，写字的时候手指会紧紧攥着铅笔，指节都泛白。台灯的光影轻轻晃着。有一次她考试没考好，趴在桌上哭，眼泪滴在作业本上，晕开了墨迹。我把光调得更柔软些，她抬头看了看我，抹了抹眼泪，又拿起了铅笔。我想，那时候的我的光，就是她的勇气吧。后来小女孩长大了，考上了外地的大学。离家的那天，她把台灯装进了行李箱，带出了大学宿舍。台灯陪着她熬夜复习，陪着她在异地的夜晚写家书，陪着她和室友分享零食，聊着天南北地的心事。那时候的光是热闹的。台灯说，宿舍里的灯光很多，我的光不算最亮，却是最温暖的。他总是在睡前摸一摸我的底座，说：“谢谢你啊，老伙计。”再后来，小女孩毕业了，工作了，换了一个又一个房子，却始终带着这盏台灯。
直到他结婚生子，把台灯留给了自己的女儿。小女孩的女儿也像她小时候一样，在台灯的光下写作业、画画，讲学校里的趣事。台灯就这样在一个家庭里传递着温暖，像一根看不见的线，把一代又一代人的夜晚连接了起来。你知道吗？台灯的光影忽然转向我，我以为我的光只能照亮小小的书桌，却不知道它能照亮这么多人的心事。孩子们的欢笑，老人们的闲谈，年轻人的沉默，都藏在我的光里。我不再是孤独的台灯，我是这间书屋的一部分，是所有夜读人的陪伴。我听着，心里暖暖的。窗外的雨已经停了，月光透过窗户洒进来，和台灯的光交织在一起，把书屋照得温柔极了。我伸手轻轻抚摸着台灯的灯罩，上面的划痕里好像藏着无数个夜晚的故事，藏着无数个人的温暖。其实我们台灯啊，从来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。台灯轻声说，我们没有吊灯的宏伟，没有落地灯的洒脱，我们只是待在小小的书桌上，发着微弱的光。但我们知道，这点光对需要的人来说，就是全世界。他说，他见过孩子们因为写完作业而松一口气的笑脸，见过加班的人因为一盏灯而觉得不再孤独，见过失恋的人在灯光下默默流泪，也见过恋人在灯光下分享着甜言蜜语。他的光见证了人间最平凡也最珍贵的瞬间。有时候我会想，等我灯泡坏了，灯罩生锈了，是不是就没人需要我了？台灯的声音有点低落，但老先生总会及时给我换新的灯泡，擦干净我的底座，说你还能陪我们很久呢。我就知道我还能继续发光，继续陪伴。我听着，忽然想起了自己的房间里也有一盏小小的台灯。每天晚上我写作说书，它都安安静静地待在旁边，发着温暖的光。以前从没觉得它有多特别，现在才知道，每一盏台灯都是一个小小的守护者，守着人们的夜晚，守着人们的梦想。台灯继续说着，他讲了一个又一个在书屋里发生的小故事。有个老奶奶每天来看报，总会坐在他的光下慢慢翻着报纸，偶尔叹口气，偶尔笑一笑。有个画家来书屋写生，在他的光下画了一幅画，画的就是这盏台灯。后来把画送给了老先生。有个流浪的年轻人在书屋里待了一整夜，靠着他的光写了一封给家人的信。第二天带着信离开，眼神里多了温暖。这些小事都很小，小到可能没人会记得。台灯说，但对我来说都是宝贵的回忆。我的光虽然微弱，却能把这些小事变成温暖的记忆，藏在灯泡里，藏在灯罩里，永远不会消失。夜越来越深了，书屋里静悄悄的，只有台灯的声音像温柔的溪流，缓缓流淌。我靠在椅子上，闭着眼睛，仿佛看见了那盏台灯的光，看见了光里的笑脸，看见了光里的温暖。卡皮桑，你知道吗？台灯的声音变得轻柔。我们台灯的愿望很简单，就是一直亮着，直到有人不需要我们的时候。只要还有一个人需要我们的光，我们就会坚持着发亮发热。我睁开眼睛，看着那盏小小的台灯，铜色的灯罩，磨砂的灯泡，温暖的光线，像一个温柔的拥抱。我忽然觉得，这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，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伟大，而是这些藏在日常里的温暖，是一盏台灯的光，是一个人的陪伴，是无数个平凡却闪亮的瞬间。后来，我离开了时光书屋，带着台灯讲的故事，走在月光下。
每当夜晚降临，我打开自己房间的台灯，就会想起那盏书屋里的台灯，想起他说的话。我知道，无论是在哪里的台灯，都有着一样的温柔，一样的执着，守着人们的夜晚，守着人们的梦。各位听课，夜已经深了，风也静了，这盏台灯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。愿你们每一个夜晚都有一盏属于自己的台灯，愿那盏灯的光温暖你，陪伴你，让你在平凡的日子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安宁。晚安了，做个甜甜的梦，明天依旧有阳光，有温暖，有属于你的那盏台灯。而我，卡皮桑，会在明天的月光下继续等着你说新的故事。